前世，我每天打3份工勉强养活自己和男友，直到我意外发现男友是京圈太子爷，他心有白月光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替身。后来白月光回国，两人干柴烈火，终成眷属。可惜他渴求的婚姻并不美满，死去的我成了他掌心的朱砂痣。重来一次，我看着陪我挤出租屋吃炒面的男友，京圈太子爷。谁说太子爷一定能登基呢？当了8年孤魂野鬼后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发现男友傅世涵欺骗我的这一天。我呆站在包厢门口，一阵恍惚，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。豪华包厢里，一群公子哥儿左拥右抱，不时侧头喝下女人送到唇边的美酒。坐在最中间的是我的贫穷男友傅世涵，大门虚掩着，我清晰地听到了房间里的声音：傅少，你还真打算装一辈子穷光蛋和那个金南霜过苦日子啊？要是沈家大小姐知道了他的存在，你不好交代呀。啧，傅少可得悠着点儿，别把一颗真心搭进去了。傅世涵双腿交叠靠在沙发上，一身贵气高不可攀。听到其他人的打趣，他勾起一个不屑的笑。金南霜只是个替身，还不值得我付出真心。要不是他那张脸和明珠有5分相似，我怎么会和这种满身穷酸气的女人谈恋爱？话音刚落，只听到一片哄笑声。傅少可是公认的京圈太子爷，能和你谈恋爱是那些女人3生有幸。男男女女的吹捧和附和此起彼伏，他们把傅世涵高高捧起，却对我极尽贬低和嘲讽。我站在门口，不自觉握紧了酒瓶，指尖发白，仅仅1门之隔。傅世涵欺骗我，纵容他的狐朋狗友羞辱我。按照小说情节，此刻我该推门而入，甩他一个巴掌。打完人在声泪俱下的控诉他冷血无情，我痴心错付为了狗，留下一句分手，潇洒离去。然后傅世涵悔不当初，发现我才是他的真爱，开启200章追妻火葬场，终成眷属圆满大结局。可惜我不是小说女主，我上辈子就冲进去打了傅世涵一耳光。傅世涵是京圈太子爷，20多年来金尊玉贵，众星捧月，在外人面前出了丑，恼羞成怒，我就倒大霉了。惹怒傅世涵后，我丢了工作，在他的关照下，我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去小餐馆洗碗当服务员，靠着微薄的工资过活。后来检查出急性阑尾炎，却连做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。这时傅世涵出现了，他给我交了手术费，以施恩的姿态让我当他的情妇。阑尾炎疼得难受，我咬咬牙就答应了。可惜让步并没有让我活得更好，最后还是落得个车祸身亡的下场。有幸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，只有活着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我转身离开，把手上的酒递给了一个相熟的服务员，请他帮我送进去。回到家，我把自己扔到床上，死过一次，我不想再这么累了。抬手挡住夕阳的光线，没开空调，任凭炎热将我包围。5年前我下班回家，在路边捡到了喝得烂醉如泥的傅世涵，他酒醒后就赖上了我。傅世涵说他跟朋友合作创业，被骗得血本无归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无处可去，求我好人做到底，收留他一段时间。我当然不干，可耐不住傅世涵狗皮膏药似的在我家门口等我，早上目送我出门上班，然后坐在台阶上等我回来。我放在门口的垃圾也是他不声不响的提去丢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回家的脚步快了许多。从前房子只是安放身躯的居所，可自从有了傅世涵，我开始期待回家，期待看到他。傅世涵长相俊美，
创业失败的颓废更添几分忧郁气质。人们对俊男美女总是要宽容几分的，我也是这样，所以我让傅世涵住进我家。再后来，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，谈了5年恋爱。傅世涵住进来后，小单间略显拥挤。我们租了现在这套房子，5年下来，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温暖的小窝，处处是我精心布置的痕迹。门打开，是傅世涵，他穿着一套运动装，头发乖巧的落在眉眼上方，整个人完全没有了在包厢时的金贵傲气，倒像个刚出社会的大学生。见我在家，傅世涵脸上的慌乱转瞬即逝，他走到我身边坐下，长臂一伸，将我揽进怀里。阿双，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和傅世涵谈恋爱后，开销剧增，我又找了2份兼职，才勉强支撑我和傅世涵的衣食住行。每天早早出门，晚上10点多才回家，现在才晚上7点多，确实比往常早。我不着痕迹的从傅世涵怀里离开，倒了一杯水递给他。老板家有喜事，今天放假。你今天出门找到工作了吗？傅世涵脸一僵，不自然的解释，那些工作钱少事多，再说了，我没有学历，没什么公司肯要我。说到这儿，傅世涵语气低沉，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。阿双，我没上过大学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吃软饭，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我在心底冷笑一声，你确实是吃软饭的，但你是京圈太子爷啊，你肯赏脸吃我的软饭，我还得3跪9叩谢主隆恩呢。我敢嫌弃你？我今天嫌弃你，明天你就能恢复京圈太子爷的身份，开着豪车，前呼后拥的来打我的脸。上辈子的悲惨经历犹在眼前，我绝不能重蹈覆辙。我展颜一笑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我们谈了5年恋爱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阿涵，我愿意养着你的，至于怎么养，就是我说了算喽。傅世涵一脸感动，阿双，你真好，等我创业成功，我一定会成为你依靠的肩膀，再也不会让你这么辛苦了。呵呵，这种话他对我说过无数次。上辈子我被虚假的爱情蒙蔽双眼，相信傅世涵只是运气不好，无人赏识，才没有成功。所以我每天打3份工，养活自己和傅世涵，还省吃俭用的存下一些钱，拿给他作为创业资金。傅世涵身娇肉贵，住不惯500块1个月的小单间，我就租下了现在的房子。他对地摊上的便宜衣服过敏，我就咬咬牙给他买200多一套的衣服，自己却舍不得穿衣打扮。现在身上的短袖都是趁购物节打折买的10几块一件的批发货。这种抠抠搜搜、斤斤计较的行为，在傅世涵看来很可笑吧？所以前世他要我做他的情人时，才是那样一副施恩的嘴脸。我抚上了傅世涵的脸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。我相信你，阿涵。四目相对，似有暧昧暗潮涌动。呼吸渐近，傅世涵的脸在我眼前放大。我猛地站起身来，该吃晚饭了，我去做饭。傅世涵也跟着起身，我来帮你。我反手把他按回沙发上。不用，今天有点晚了，来不及煮饭炒菜，就煮面条吧，很快就好，你在客厅等着吃就行。我动作麻利，2碗鸡蛋面很快上桌。傅世涵看着满满一大碗面，咽了咽口水，迟迟没有动筷。快吃，等会儿面坨了。在媚色喝了那么多酒，又吃了不少东西，哪还有肚子吃面呢？他本来打算不吃晚饭的，但没想到我早早回家，还给他煮了一大碗面，现在骑虎难下，不吃也得吃了。傅世涵一脸勉强的吃完一大碗面，面里被我多加了点料，没下毒，就是狠挖了2勺鸡精，
让他半夜起来找水喝。1周后，我沉痛地告诉傅世涵，我被公司辞退了，存款所剩无几，剩下的2份兼职根本不能支撑我们继续住1个月2500的房子，我们要搬家，搬到租金更低的城中村去。我上上下下爬了5、6次楼梯，终于把最后一个纸箱搬到房子里。傅世涵跟在我身后，面对简陋的室内环境无所适从。我放下手里的纸箱子，转头喊他：阿涵，别傻站着了，快来帮我收拾房间，这房间不收拾简直没法住人嘛。傅世涵不情不愿地走过来，一边搭把手，一边不死心地问我：阿双，我们真的要住在这儿吗？我直起腰认真地看着他，谁叫我被公司辞退了呢？现在就暂时住这儿过渡一下，等我找到了下一份工作，再加上兼职的工资，很快就能搬回原来的房子了。这里虽然是城中村，但附近交通便利，你要出去找工作也是很方便的。说起找工作，傅世涵眸光躲闪，一阵心虚。我知道他在心虚什么。京圈太子爷怎么会去当打工人呢？所谓的找工作，不过是傅世涵趁机去各种高端场所享受的借口。山珍海味、宝马雕车，是我踮脚都触摸不到的荣华富贵，却是傅世涵生活中的日常。在我面前装穷的日子，大概是他有生以来最窘迫的经历。我有理有据，傅世涵吃人嘴短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一边抱怨一边收拾房间。金银窝里长大的傅世涵果然过不了这里的苦日子。他第一次看见蟑螂时被吓得呆在原地，被饭点的油烟熏得直打喷嚏。傅世涵还是个人形吸蚊器，有他在，我每天都能一觉到天明。只是可怜傅世涵，早上醒来，手上腿上都是红色小疙瘩。蚊子能吸到傅世涵这个京圈太子爷的血，也算是他闻声的高光时刻了。傅世涵催我去买蟑螂药和驱蚊液，我故作为难。我手里的钱都用来租房了，兼职工资还有1周才发呢。我们还要吃饭出行，还是节约一点好。傅世涵着急，还想说服我，可是我打断了他的话：阿涵，你当初创业也是过苦日子的吧？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是回到从前的水平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努力工作，一定能从这里搬出去。我打鸡血般的说完这些空洞好听的大话，又捏起拳头做出加油的手势，然后拍拍傅世涵的肩膀，挎上包包出门了。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，为我们的将来奋斗。我和傅世涵虽然在谈恋爱，但他不关心我的工作，更不知道我在哪家公司上班。我没有被辞退，只是不想再为他多花1分钱。傅世涵戏弄我3年，看着我像老黄牛一样不要命的工作，1块钱恨不得掰成2块花。可是他一句话都没说，把我的辛苦当作理所当然。现在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从他身上收点利息，省下来的钱能给我满满的安全感。我不会像上辈子一样，连做阑尾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。1个月后，我借口找到了新工作，要去外地出差1周，其实是发了上个月的工资，加上之前的存款，刚好够做手术。做完手术第2天，我饿得受不了，一手捂着伤口，下床去买了1碗小米粥。回病房的路上，被2个追逐打闹的小孩子撞到，粥洒了一地。我叹口气，正准备弯腰收拾一地狼藉，忽见一双骨节分明、食指修长的手映入眼帘。手的主人利落地收拾完地上的垃圾，起身关切地望着我：你没事吧？我看清了男人的脸，内心惊喜交加。顾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顾渊见我怔愣出神，脸上荡开温和的笑意。
我是这家医院的医生，你刚才没有被撞到伤口吧？声音低沉有磁性，堪比著名声优的嗓子。我回过神来，我躲开了，没有撞到。顾渊点点头，那就好。你一个人吗？我送你回病房吧，医院人来人往，是该注意些。这时有急救病人进来，医护人员和家属呼呼啦啦的跑过来。顾渊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往旁边躲避。你没事吧？我摇摇头。正要回病房时，听到一声熟悉的怒吼：金南霜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循声望去，只见傅诗涵阴沉着脸，西装领口歪斜，额角青筋暴起，身后还跟着几个狐朋狗友，此刻正用玩味的眼神打量着我和顾渊。傅少，这就是你的小女友，看着和医院的小白脸挺亲密啊。其中一人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引来一阵哄笑。傅诗涵猛地甩开身边人的手，大步朝我走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的仿佛要将我骨头捏碎。金南霜，我特意来医院看你，你就给我看这个，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你可真够贱的。我强忍着伤口的疼痛，冷笑一声：傅诗涵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在外面莺莺燕燕不断，当我是瞎子？你搂着那些女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？你……傅诗涵被我当众拆穿，恼羞成怒，扬起手就要打我。顾渊眼疾手快，一把扣住傅诗涵的手腕。这位先生，在医院闹事，影响病人休息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傅诗涵的几个朋友见状，立刻围了上来。哟，英雄救美啊！知道我们傅少是谁吗？傅家的太子爷，动动手指就能让你在这行混不下去。我管他是谁，在我的地盘就得守规矩。顾渊神色淡然，周身却散发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我趁机挣脱傅诗涵的手，捂着伤口退到顾渊身后。傅诗涵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你不过是把我当替身，凭什么管我的事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个沈明珠的事。替身？傅诗涵的朋友们面面相觑，显然不知道这件事。傅诗涵脸色骤变，咬牙切齿道：金南霜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是吗？我掏出手机，调出之前在包厢外录下的视频，那你听听，这是不是你的声音？视频里傅诗涵那充满不屑的话语在走廊里回荡。金南霜只是个替身，还不值得我付出真心。要不是他那张脸和明珠有5分相似，我怎么会和这种满身穷酸气的女人谈恋爱？周围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精彩。傅少，没想到傅少还有这癖好啊！啧，玩替身这一套，傅少真行啊！傅诗涵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突然恼羞成怒的冲过来抢我的手机。金南霜，你敢！顾渊伸手拦住他，眼神冰冷。这位先生，请自重，再闹事我就报警了。你算哪根葱？傅诗涵彻底被激怒，信不信我让你在这医院待不下去？我爸一句话就能让你丢掉这份工作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有多大能耐。顾渊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转头对身后的护士说：去叫保安，有人在医院闹事。傅诗涵的朋友们见势不妙，纷纷拉着他：傅少，别和这种人计较，我们走吧。这女的就是个疯子，和她较劲不值当。傅诗涵狠狠瞪了我一眼：金南霜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人走后，顾渊关切地看着我：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再检查一下伤口？刚才他抓你抓得那么用力。我摇摇头，感激地说：谢谢你，顾医生，要不是你，今天我可就麻烦了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
顾渊温和地笑了笑，你一个人在医院，有没有人照顾？要是不介意，我下班后可以帮你买点吃的。我心中一动，想起上辈子顾渊对我的帮助，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那就麻烦顾医生了。我笑着点点头，等我出院了，请你吃饭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开始着手报复傅世涵。我把他的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还联系了一些媒体朋友，曝光了他的真面目。我甚至找到了傅世涵商业对手的联系方式，把他公司的一些内幕消息透露了出去。一时之间，傅世涵成了众矢之的。他的家族为了平息事端，不得不出面道歉，他也被家族禁足。他投资的项目接连出问题，合作方纷纷解约，公司股价暴跌。而我在顾渊的帮助下，开了一家小公司，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顾渊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帮我拓展业务。这天，我正在公司开会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金南霜，你好狠的心。电话那头传来傅世涵愤怒的声音，我爸因为这件事被气得住进了医院，我爷爷要和我断绝关系，现在公司也快撑不下去了，你满意了？我冷笑一声，傅世涵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当初你怎么对我的，你忘了吗？我打3份工养着你，省吃俭用给你钱创业，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我承认我之前对不起你，但你也不能这么绝。傅世涵语气里带着几分崩溃，我知道错了，阿霜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愿意补偿你，只要你把视频删掉，帮我渡过难关，我可以给你钱，给你想要的一切，重新开始。我嘲讽道，你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任你欺负的金南霜？傅世涵，有些事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没有重来的机会。你玩弄我的感情，践踏我的尊严，现在想用钱了事，晚了。金南霜，你别太过分。傅世涵彻底被激怒，你别忘了，我就算倒了，也有能力让你不好过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是吗？我语气冰冷，你大可以试试，不过我劝你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吧。对了，听说你那位白月光最近和别人订婚了，还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商业对手的儿子，真是讽刺啊。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传来傅世涵低沉的声音，金南霜，我恨你。恨我？我轻笑出声，傅世涵，你没资格恨我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，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心中一片平静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傅世涵竟然起诉我侵犯他的隐私权，要求我赔偿巨额损失。我看着手中的传票，冷笑一声，这就是傅世涵的手段，输不起就开始耍无赖。我聘请了最顶尖的律师团队，和傅世涵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在法庭上，我不仅出示了更多傅世涵欺骗我的证据，还揭露了他家族的一些商业黑幕。傅世涵的家族为了保住颜面，不得不和我私下谈判。他们提出可以给我一笔钱，让我撤诉，条件是不再追究傅世涵的责任。我当着他们的面将和解协议撕得粉碎。你们以为钱能解决一切？我要的是傅世涵身败名裂，要的是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场官司持续了整整1年，最终我胜诉了。傅世涵不仅要公开道歉，还要支付巨额赔偿，他的家族也因此元气大伤，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辉煌。傅世涵彻底崩溃了，他开始酗酒，整日浑浑噩噩。有一次，我在街头偶遇他，
曾经意气风发的京圈太子爷，如今却像个流浪汉。他眼神空洞地看着我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我没有停留，从他身边走过。曾经的爱恨情仇都已经随风而逝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报复不是让对方痛苦，而是让自己活得更好。而傅时涵将永远活在自己亲手编织的痛苦牢笼里，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场博弈，我不仅赢了，还赢得漂亮。婚后第1年，我满心欢喜地跟着老公去他家过年，却不曾想遭遇了荒唐之事。婆婆竟以我属相与蛇年相冲为由，拒绝让我进屋，硬生生地安排我去睡柴房。我这暴脾气哪能忍，当场就与她理论起来，家里顿时闹得鸡飞狗跳，宅不宁日。婆婆的偏见和冷漠让我彻底寒了心。更可笑的是，老公在这件事上竟然选择站在婆婆那边，对我没有丝毫的体谅和支持。这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也坚定了我离开这个家的决心。最终，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，让那个不懂珍惜我的男人变成了前夫。今年是我与丈夫张辉的结婚元年。在恋爱时期，张辉常以他家路途遥远为由，担心我晕车受苦，因此我从未踏足过他的故乡。然而今年年初，他便与我商议：老婆，这是我们结婚的第1年，春节还是应该回家一趟。我虽理解他的愿望，却仍撒娇地提出异议：我弟弟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过年，老公，我们明年再回去好吗？今年让爸妈来城里过春节吧。他轻声哄我：新媳妇第1年不回家，会被人说闲话的，你体谅一下我。在张辉的耐心劝慰与甜言小宴下，我终是应允了。他素来对我呵护备至，不忍我受半点委屈。今年春节的返乡之行，也实在是出于无奈。我提前准备了许多珍贵的礼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临行前，母亲还特意叮嘱我，第1次去要收敛点你的脾气。我点点头，暗下决心，作为新媳妇第1次上门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持温婉。尽管我已预想到张辉的家会有些远，但实际的旅程却远超我的想象。那曲折蜿蜒的山路仿佛无休无止，颠簸的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几乎要吐个干净。好不容易抵达他家门口，我已是筋疲力尽，连迈步的力气都所剩无几。老公，你抱我去炕上休息会儿吧。我虚弱地向他请求。往常这类事情，张辉总是二话不说的照做，可今日他却面露难色地看着我。老婆，这样被人看到不太好，你自己走可以吗？我有些不解。我们是夫妻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他解释道。乡里的亲戚邻居会说我没出息的。这话听得我哭笑不得。难道抱自己的妻子竟会与没出息挂上钩吗？就在我即将发作之际，婆婆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迷娃子，怎么在门口站了这么久还不进来？张辉向我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忍耐。我无奈地从车里钻出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柔和。妈。婆婆却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存在，连一个眼神都未曾给予。她只顾着拉着张辉的手，关切地询问：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在城里过得不好吗？怎么娶了老婆之后，反而没有以前精神了？这番话听得我心里不是滋味，难道和我结婚还让他受委屈了不成？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忍不住开口问道。张辉见势不妙，连忙出面打圆场：妈，外面冷，我们先进屋去吧。老婆，妈只是关心我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看着他的面子，
我再次选择了忍让。可就在我即将踏入家门之际，公公却突然发话：“等等，黄燕不能进去。”婆婆也附和道：“对，黄燕不能进我们家门。”说完，她便拉着张辉进屋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张辉，你家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长途跋涉的疲惫与满心的委屈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嘿，你吼那么大声做什么？我的宝贝儿子岂是你能随便凶的？婆婆双手叉腰，一脸愤怒地指着我：“你这泼妇模样，在我们彭家可是要受家法惩处的。”她接着威胁道：“还不快跪下向我儿子认错！”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回了古代，这究竟是21世纪吗？妈，我没事，小燕今天也累了，让她先进屋休息吧。张辉一脸歉意地看着我，试图缓和气氛。我勉强压下怒火，但婆婆却不肯罢休，她不准进来，她属猪的，和蛇年相冲，这会冲犯祖宗的。婆婆歇斯底里地喊道。我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挡在我面前的人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我今天倒是要看看，到底会冲着了谁。我愤愤地说。婆婆见我进了屋，顿时哭天喊地，拿起扫帚就往我身上招呼：“你个毒妇，不想我彭家好，给我滚出去！”她怒吼着。我上前一步就要夺过扫帚，却被张辉一把拦住。好了好了，老婆，我们就听长辈的，这是习俗，你理解理解。他劝道。我呸了一声，狗屁的习俗！张辉，你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和他们一样愚昧无知？黄燕，他们是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张辉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从恋爱到结婚，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气和我说话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一时情急，说话重了点。他扶着我的肩，诚恳地道歉。婆婆却将他拉开。儿子，你认什么错？你是男人，怎么能向女人认错？说着，他将我推到了门外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么就在外面待着，要么就睡柴房，过了初一再进来。我彻底被激怒了。老虎不发威，当老娘是病猫吗？我当即去厨房提了一把菜刀。我今天就要进来，你来拦我试试！我挥舞着菜刀喊道：“让我睡柴房，老娘先把这个家搅个天翻地覆！”张辉来拦我，被我毫不留情地砍伤了手臂。哎呦，造孽啊！婆婆惨叫道：“宝贝儿子啊，你没事吧？”她紧张地查看张辉的伤口。他们没想到我竟然是动真格的，这下谁也不敢来拦我了。黄燕，这大过年的你干什么？张辉捂着伤口，一脸愤懑地看着我。贱妇，儿子过完年就和他离婚！婆婆恶狠狠地骂道。一个生不出崽的烂货，我看他还硬气什么？我提着菜刀，真想大笑。结婚后，婆婆一直催着我赶快怀孕生娃儿。其实早在恋爱期间，我和张辉就尝试过很多次，但肚子就是一直没动静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才发现是张辉弱精。为了维护他的自尊，对外都说是我的问题。好啊，离，谁不离谁是孙子！我毫不畏惧地回应道。张辉见我的样子，内心开始慌张，连忙对着婆婆说：“妈，你少说两句，别提离婚不离婚的。儿子，你怕他作甚？离就离，我看谁还要连母鸡都不如的贱货！我不明白，一个女人说话为何能如此难听？”我看着张辉在他妈面前窝囊的样子，以前从来不知道他竟然是个妈宝男，我只当他是孝顺，真是瞎了眼。你骂我连母鸡都不如，你要不要问问你儿子，他自己经不经用？你个泼妇，我儿雄风还用你说？村头那小刘到现在还想着我儿子，离了婚，
我儿子立马就能找到新婆娘。村头小刘，呵呵，看来还有我不知道的事。我今天坐车也累了，实在懒得废话，直接从包里拿出我和张辉的检测报告，自己睁大狗眼看看，你儿子连颗好质量的都没有，没有用，我现在要去休息，谁来打扰我砍谁。我撂下这句话，没管嚷嚷着说我骗人的婆婆，转身上楼。我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简单说了说在这边的情况。我妈震惊又愤怒，这张辉平时装的倒是挺好，对你百依百顺的，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人。你弟弟明天就回来了，我让他来接你，咱们自己在家过年。我笑笑安慰他，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，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，能让我受窝囊气的人，我能让他好过。我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醒来一看手机，已经晚上8点，还真没人来打扰我。摸摸饿扁的肚子，又在心里咒骂了一遍张辉，准备下楼找点吃的，却听婆婆那屋传来窸窸窣窣的人声，其中还有张辉的声音。我走近，打算让他下楼去给我弄点吃的，却在门口停住脚步。妈，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只要他肚子里揣上我们彭家的小崽儿，我看他还敢不敢造次。儿啊，你之前也不和我们说是你的问题，说了我们早想办法了。宝贝儿子，听我们的，明天你大哥回来就这么办，晚上黑灯瞎火的，你和你哥又长得一模一样，那泼妇肯定瞧不出端倪，你哥的玩儿就是你的玩儿。听到张辉答应的声音，我捏着手机的手泛白，多可悲，多可笑。当时结婚贷款的彩礼钱，现在谁在还？小燕在还，我的钱都按着你说的偷偷存起来了。她一直以为我工资每月只有2000块，做的对儿子。等她怀上咱们彭家的崽儿，你得彻底把她踩在脚下。我没想到张辉连彩礼钱都是骗我的。当初我体谅他家里农村的，只提出了要10万块彩礼。城里的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我自己另外买了车，我爸妈额外还给了30万的陪嫁。张辉说不能委屈了我，硬生生拿出了40万彩礼。我感动于他对我的好，从未想过这40万是贷款来的，并且每个月都是我在还钱。我怎么就被他骗得这么彻底呢？我现在无比庆幸肚子里没有怀上孩子，这个年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耐过了。当晚9点，张辉回了卧室，老婆，你醒了，一定饿了吧？快来，我妈专门给你炖的鸡汤。身后跟着的婆婆也是一脸笑意，小燕啊，白天的事是妈不好，你别和妈计较。张辉拍了拍冷着脸的我扯出一抹笑，妈，您说哪里的话，我怎么会和您计较呢？接过那碗鸡汤，笑盈盈说了一句谢谢妈。我假装没看到他们之间的眼神传递，心满意足喝着鸡汤。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来了许多人，看我下楼，好几双眼睛直愣愣盯着我。呀，这就是辉哥的老婆吧？睡眠质量真好，能睡到大中午头。我皱眉看着说话的人，看上去和我年纪差不多大，怎地说话也带刺。这是村头的小刘，知道辉娃子回来了，来串串门。婆婆很好心的为我介绍，难怪对我敌意那么大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搭理他。哎呀，辉哥，人家的衣袖都沾水了，你来帮帮人家。张辉从我面前经过，径直到小刘跟前，还傻笑着。你看看不小心吧。我说我来做，这活哪适合小姑娘。小刘挑眉对着我笑，又温顺地说，没事儿，辉哥，家里的活我都会做。我抱着手臂看着这出好戏，婆婆在身后推了推我，小燕还没杀过鱼吧？让小燕来，小刘快来歇歇。
忙了一上午了。张辉和小刘站在原地齐齐看向我，我那亲爱老公的手还搁在小刘的手臂上，真是一对璧人。老婆，你要来试试吗？不适合小姑娘的活，让自己老婆来，真行。好啊，我试试。我接过小刘手中的刀，拉住要走的张辉，老公，你就在这儿，我怕。我一刀下去，没想到砍偏了，不小心打翻了旁边放着的一盆水，冷水泼了张辉和小刘一身。啊，辉哥，好冷！小刘一把扑在了张辉的怀里，鱼也闹腾起来，一会儿窜到张辉脸上。这鱼怎么回事啊？老公，我捧着滑溜溜的鱼，结果他又窜到了婆婆的衣领里，鱼血溅了婆婆一脸。哎呀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故意上手去蹭上婆婆的脸，一瞬间她的脸上又是血又是泥水。黄燕，你干什么呢你？面对婆婆的怒火，我一脸无辜，对不起啊妈，我从小到大没杀过鱼。没用的泼妇！婆婆小声咒骂，我全当没听见，转身看向张辉，这孙子竟然还搂着小刘。我拧开水龙头，一不小心水管又没拿稳，冰冷的水直接冲向了小刘的脸蛋，他尖叫着躲开，我手忙脚乱的，没想到把水开得更大了。对不起啊，小刘，我就是想洗个手，这水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张辉连忙上前关掉水，辉哥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小刘跺着脚，一脸嗔怪的看着张辉，老婆，你快给小刘道个歉，他忙前忙后一上午了，你看现在全身都湿了。看张辉心疼的那个样子，我就来气，我刚不是说了对不起，那还不快带他去换身衣裳？张辉责怪的瞪了我一眼，轻声哄着小刘上了楼。那两人前脚刚走，大哥大嫂带着孩子就到了。大哥被婆婆嘘寒问暖了一番，大嫂和孩子就默默站在一边。我自顾自洗着手，没想到大哥主动走了过来，好久不见弟妹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大哥的主动搭话让我微微一怔，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与满心的愤懑让我一时有些恍惚。我缓缓抬眸看向他，只见他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真诚，那目光犹如冬日里的暖阳，与这张家其他人的冷漠虚伪截然不同。在这充满算计与伤害的氛围中，这一丝真诚显得尤为珍贵。我扯出一丝礼貌性的微笑，那笑容里却藏着深深的苦涩，回应道：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仿佛在诉说着这段时间所遭受的委屈。婆婆见大哥与我交谈，原本就阴沉的脸色瞬间变得更加难看，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。她那肥胖的身躯如一阵风般快步上前，一把拉住大哥的胳膊，脸上瞬间堆满了虚假的笑容。那笑容如同面具一般僵硬。儿啊，一路奔波辛苦了，快进屋坐，妈给你拿点吃的去。说着，他便不由分说的用力将大哥往屋里拽。大哥试图挣脱，却拗不过婆婆的力气，只能无奈的被拖着走。大嫂默默的跟在后面，眼神里透着深深的无奈与隐忍。她怀中的孩子睁着懵懂的眼睛，看着这一切，似乎也感受到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。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心中暗自思忖，这一家人平日里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其乐融融的模样，可实际上却各怀鬼胎。婆婆的偏心像一把利刃，一次次刺痛我的心。张辉的虚伪更如毒药一般侵蚀着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如今又得知他们那荒唐至极的计划，我岂能轻易咽下这口气？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紧握着拳头，指甲几乎嵌入掌心，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
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此时，张辉和小刘从楼上下来了。小刘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那身衣服款式时尚，与这古朴的农家小院格格不入。他紧紧挽着张辉的胳膊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，那笑容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他的胜利。张辉看到大哥来了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，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慌乱，但他很快就调整过来，恢复了常态，脸上又挂上了那副虚伪的笑容，走上前去与大哥寒暄。我站在一旁，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，心中已然有了主意。我看着张辉那假惺惺的模样，心中满是厌恶，暗暗想着，等会儿有你好看的。待大家都在客厅坐下，客厅里的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坚定而有力，突然开口道：大家都在啊，有些事我觉得也该摊开来说说了。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我，那目光中有的带着好奇，有的带着不屑。婆婆皱了皱眉头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耐烦，语气尖酸的说道：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大过年的，别在这里瞎闹。我冷笑一声，那笑声里充满了嘲讽，从包里拿出那份检测报告，举在手中扬了扬，大声说道：婆婆，您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？您先看看这个。我的声音在客厅里回荡，打破了原本的沉闷。婆婆和张辉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血色。张辉下意识的想要冲过来抢夺报告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慌张，脚步踉跄的朝我奔来。我侧身一闪，轻松躲过了他的手，心中暗自得意。张辉，你别急啊，大家都还没看清楚呢。我故意慢悠悠的说道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，刺向他们的心脏。大哥大嫂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不解。小刘则好奇的伸长了脖子，试图看清楚报告上的内容。我将报告递给大哥，语气平静却又带着一丝决绝，说道：大哥，您看看吧，这就是您宝贝弟弟的身体状况，他弱精，根本没办法让我怀孕。大哥接过报告，双手微微颤抖，他仔细的看了起来，眼神逐渐变得凝重。婆婆见状，急忙喊道：别听他胡说，这肯定是他伪造的，他就是不想给我们张家生孩子。他的声音尖锐刺耳，仿佛要掩盖住所有的真相。我不理会婆婆的叫嚷，继续说道：还有，你们知道吗？张辉为了娶我，背着我贷款了40万彩礼，而这贷款一直都是我在还。他每个月工资也根本不止2000块，却一直骗我说他没钱，让我傻乎乎的为这个家付出。众人听到这话，都震惊的看向张辉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与失望。张辉低着头，不敢与任何人对视，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大嫂忍不住开口道：张辉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小燕是真心对你，你却这样骗她。大嫂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，她看着张辉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。大哥也一脸失望的看着张辉，眉头紧锁，语气沉重的说道：辉啊，你太让大哥失望了。婆婆还想狡辩，我打断她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，愤怒的说道：婆婆，您别急，还有更精彩的呢。昨天晚上，我听到了你们的计划，让张辉大哥冒充他和我同房，好让我怀孕，然后把孩子当成张辉的。你们怎么能想出这么荒唐的主意？此话一出，客厅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大哥一脸愤怒地看向婆婆，他的眼神里燃烧着怒火，大声质问道：妈，您怎么能出这种主意？
这不是害人吗？婆婆还在嘴硬，她双手叉腰，脸上露出一丝蛮横，说道：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张家能有后，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小刘则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张辉一家竟然如此荒唐。我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，心中畅快了许多。我转向张辉，眼神里充满了决绝，冷冷地说道：张辉，咱们离婚吧，我再也不想和你这种人生活在一起了。张辉抬起头，眼中满是哀求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说道：小燕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不为所动，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，大声说道：机会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从你和你妈一起欺负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婆婆见我态度坚决，又开始哭闹起来，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手拍打着地面，嘴里喊道：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你走了我儿子怎么办？你把我儿子害惨了。我看着她，毫不留情地说：真正害人的是你们，是你们的自私和贪婪毁了这个家。说完，我转身回房，脚步坚定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回到房间，我用力关上房门，靠在门上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。我一边哭，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，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曾经的回忆，如今却都变成了痛苦的根源。我将衣物一件件地塞进箱子里，动作迅速而有力，仿佛要将这段不堪的婚姻也一并打包扔掉。下楼时，大哥和大嫂走过来，大嫂拉着我的手，她的手温暖而有力，眼中满是关切地说：小燕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家里是这样的情况，你受委屈了。大哥也说道：小燕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们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，张辉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感激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说道：谢谢大哥大嫂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的。走出这个家门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那温暖的阳光仿佛在治愈着我内心的创伤。我知道前方还有更美好的生活在等着我，而这个荒唐的家庭将永远成为过去。我没有回头，大步向前走去，脚步轻盈而坚定，准备迎接属于我的全新人生。在离开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，正站在新的起点上，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将重新找回自我，去追寻真正属于我的幸福，让那些曾经的伤痛都化作我前进的动力，激励我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。离开张家后，在好友李婷的热心帮助下，我在城市的另一角租下了一间温馨的小公寓。公寓仅有一室一厅，空间不大，却有着大大的窗户，阳光能肆意洒入。为了让这里真正成为心灵的避风港，我亲自上阵，花了整整一个周末，将房间重新粉刷成柔和的米白色，随后贴上早就精心挑选好的碎花壁纸，那清新的图案仿佛带着春天的气息。购置家具的过程也充满挑战，我穿梭于各大卖场，仔细比对价格与质量，最终选了简约实用的桌椅和柔软舒适的床铺。每布置好一个角落，我都能感受到新生活的曙光在慢慢驱散曾经的阴霾，试图用这些崭新的事物填补内心的空缺。为了尽快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彻底告别过去的伤痛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凭借着过往在职场上积累的经验，以及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拼劲，我成功应聘到一家颇具规模的广告公司。新工作犹如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，
每天都有大量的任务堆积如山，从创意策划到客户对接，从方案修改到项目执行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神贯注。我常常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呼啸声相伴。面对每一个项目，我都如同对待珍宝一般，仔细研究客户需求，反复打磨创意，认真对待每一个客户的反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幸运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。团队里的创意总监王姐经验丰富，总能在我陷入创意瓶颈时给出独到的见解，引导我走出困境。负责设计的小李技术精湛，能将我的想法用精美的画面完美呈现。还有性格开朗的销售小张，在客户沟通方面给予我很多实用的建议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团队成功完成了几个重要项目，其中为一家知名企业打造的品牌推广活动，不仅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，还为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，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赞扬。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回报，不仅职位晋升为项目主管，薪资也有了大幅提高。然而，生活总不会一帆风顺。一天，我正在公司会议室与团队激烈讨论一个重要项目方案，手机突然在包里震动起来。会议间隙，我查看手机，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出于职业习惯，我还是回拨了过去。电话那头瞬间传来一个尖锐且熟悉的声音：“黄燕，你别以为离婚了就能摆脱我们张家，你害得我儿子丢了面子，现在村里的人都在笑话他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我一听便知道是婆婆，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厌恶，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。我强压怒火，冷冷地回应道：“婆婆，离婚是张辉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的，与我无关。我已经和你们张家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扰我。”说完，我便果断挂断了电话。可婆婆并不罢休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开始频繁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言语中满是不堪的辱骂和恶毒的威胁。那些文字像一把把尖锐的刀，试图再次刺痛我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。我不堪其扰，只能将他的号码拉黑，同时向公司前台交代，如果有自称是我婆婆的人来找我，一概不许放行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不久后的一个傍晚，我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公司门口。突然，一个身影从旁边的角落冲了出来，我定睛一看，竟是张辉。他看上去十分憔悴，原本挺拔的身形变得佝偻，眼神中充满了失落和悔恨。他看到我，急忙跑过来，伸手拉住我的胳膊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：“小燕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，我真的后悔了。”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愤怒如同火山喷发般涌上心头，大声说：“张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。你当初的所作所为已经伤透了我的心，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。”张辉却不肯放弃。从那之后，他开始每天在公司门口等我，有时手里捧着一束枯萎的花，有时拿着一些廉价的小礼物，试图挽回我。我对他的行为感到无比厌烦，每天从公司出来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与他碰面。最终，我向公司申请了安保措施，禁止他进入公司范围。保安也十分尽责，只要张辉一出现，便会将他劝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自我成长中。工作之余，我报名参加了各种线上线下的培训课程，
学习最新的广告营销理念和技巧。同时，我也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每周都会去参加绘画班，用画笔描绘内心的情感。在绘画的世界里，我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，曾经的伤痛在色彩与线条的交织中渐渐淡去。后来，命运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当看到验孕棒上那2条清晰的红线时，我先是愣住了，随后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一个新生命的降临，也是我生活的又一次转折。我心中既有对未来的担忧，也有对新生命的期待。我决定独自承担起这份责任，给这个小生命一个温暖的家。怀孕的日子充满了艰辛，身体的不适和心理的压力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，但我没有退缩，每天依旧坚持上班，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。公司的同事们得知我的情况后，纷纷伸出援手。王姐会在工作上帮我分担一些压力，让我能有更多时间休息。小李会在午休时陪我一起去吃营养丰富的午餐，小张则会在我情绪低落时给我讲笑话逗我开心。在大家的关心下，我顺利度过了孕期，孩子出生了，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粉嫩的小脸，听到她那清脆的哭声时，心中充满了母爱，所有的辛苦都瞬间烟消云散。我给她取名为月月，希望她能永远快乐。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，虽然辛苦，但我却感到无比幸福。每天清晨，我在月月的哭声中醒来，为她冲泡奶粉、换尿布。白天，我带着她去小区晒太阳，看着她在草地上咿呀学语。夜晚，我抱着她轻轻哼唱摇篮曲，哄她入睡。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月月，我还自学了很多育儿知识，从婴儿辅食的制作到幼儿早教，每一个方面我都用心去研究。随着月月一天天长大，她的每一个成长瞬间都让我感到无比珍贵。她第一次微笑，那灿烂的笑容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。她第一次翻身，小小的身躯努力的扭动，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。她第一次叫妈妈，那奶声奶气的声音让我热泪盈眶。我一边努力工作，一边精心照顾月月，虽然生活忙碌，但却无比充实。而张辉一家，听说后来因为张辉一直沉浸在过去的错误中，无法振作，工作也丢了，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。婆婆也因为过度溺爱张辉，导致她一事无成，后悔不已。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我会带着过去的伤痛所赋予我的力量，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，和月月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足够坚强，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充满阳光。月月3岁那年，我在广告公司已经站稳脚跟，带领团队承接了多个大型项目。但职场的竞争愈发激烈，公司内部新组建了一支精英团队，意图瓜分原本属于我们的业务份额。在一次至关重要的项目招标会上，对手团队准备充分，方案新颖大胆，对我们构成了巨大威胁。我和团队成员连续多日熬夜，不断优化我们的方案，从创意呈现到执行细节，逐一打磨。投标当天，我身着干练的职业装，带着精心准备的资料，自信满满地走向会议室。在台上陈述方案时，我感受到台下对手投来的审视目光，但我毫不畏惧，凭借清晰的思路和专业的讲解，成功打动了客户。最终，我们团队成功拿下项目，在公司的地位更加稳固，我也赢得了更多尊重。随着月月逐渐长大，
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愈发强烈。有一次，我带他去科技馆参观，馆内丰富多样的展品让月月兴奋不已。他睁着大大的眼睛，拉着我在各个展区穿梭，不停地问着各种问题。在机器人展示区，月月被一个能与人对话的机器人吸引，他站在那里和机器人聊了许久，眼中闪烁着对科技的向往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应该为月月提供更多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，培养他的兴趣爱好。于是，我开始留意各种兴趣班信息，经过多方对比，给月月报名了绘画和舞蹈兴趣班。起初，月月对新环境有些陌生，显得有些拘谨，但在老师的耐心引导和小伙伴们的热情感染下，他逐渐融入其中。每次上完课，都兴奋地和我分享课堂上的趣事。平静的生活偶尔也会泛起波澜。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去幼儿园接月月，老师却把我拉到一旁，神色有些凝重。原来，月月在幼儿园和一个小男孩发生了冲突，小男孩抢了月月的玩具，月月一气之下推了他，导致小男孩摔倒在地，膝盖擦伤。我听后心里一紧，连忙向老师道歉，并表示会和月月沟通。回到家后，我没有立刻责备月月，而是耐心地询问事情经过。月月低着头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小声地讲述了事情的缘由。我轻轻抱住他，告诉他遇到问题不能用暴力解决，要学会和小朋友沟通。月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第二天，我带着月月买了小礼物，一起去小男孩家道歉。小男孩和他的家长都很友善，两个小朋友很快又和好如初，一起玩耍起来。在工作和照顾月月之余，我也没有忘记自我提升。我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广告行业的高级认证证书，这不仅提升了我的专业能力，也为我的职业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。公司领导对我的能力更加认可，将一些更重要的项目交给我负责。随着业务的拓展，我结识了一位名叫林泽的合作伙伴，他是一家新兴传媒公司的老板，年轻有为，思维活跃。我们在合作项目中配合默契，对彼此的工作方式和理念都十分欣赏。在项目结束后的庆功宴上，林泽主动邀请我喝咖啡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行业发展和个人理想的话题。交谈中，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心灵契合。然而，就在我以为生活将一直这样稳步前行时，张辉却再次出现。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张辉站在那里。他看起来比之前更加落魄，头发凌乱，衣服也破旧不堪。看到我，他急忙走上前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：“小燕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现在工作没了，连住的地方都快没了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”我心中一阵厌恶，冷冷地说：“张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我已经不想再追究，现在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月月的生活。”张辉却不肯罢休，他开始在小区门口蹲守，甚至试图在月月放学时接近他。我得知后立刻报警，并向法院申请了禁止令，禁止张辉靠近我和月月。经过这次事件，我更加坚定了保护好月月的决心。我不会让张辉的出现破坏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随着月月的成长，我也在不断成长。我和月月相互陪伴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我知道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的挑战，但只要我和月月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迈向美好的未来。我期待着月月在我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
也期待着自己能在职场和生活中继续绽放光芒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。